蓝湛啊蓝湛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我是不是你的命定之人，倾心之人？魏婴，你不知羞。蓝忘机双耳通红，声音里有不易察觉的暗哑。虽然这样说，蓝忘机终于还是动了，把缚仙网放低了一些，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。二哥哥，我就是不知羞呀。别说了。魏无羡努力挪了挪，把2条小腿穿出了缚仙网的孔隙，架在蓝忘机肩头，然后2腿撑在他肩上，腰部借力，自己一前一后荡了起来。蓝湛，你看，我可以自己动。魏无羡欢快道：怎么样？这样你是不是很省力？魏无羡全在缚仙网里，蓝忘机没法去堵他的嘴，只好自袖中抖落一串符篆。那串符篆迅速飞向12方位。蓝忘机松开魏无羡的臀，双手掐诀，符篆发出蓝色灵光，撑开一道坚固的隔音结界。魏无羡哈哈笑道：蓝湛，你做隔音杖都用这么多灵力，有必要吗？蓝忘机不答：来人啊，来人啊，救命啊！听不见的。什么？你叫再大声也听不见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是不是偷看了我的话本？你这话怎么这么流氓？对，就是流氓。蓝忘机，你这个臭流氓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叫，羞死你个小古板！救命啊！韩光俊把夷陵老祖吊起来了。这张嘴真是……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夷陵老祖决定奋起反击，不能任由韩光俊宰割。借着秋千的力量，夷陵老祖自己晃悠起来。即使夷陵老祖晃动幅度不大，也能玩得销魂蚀骨，欲死欲仙。没办法，第一场是魏无羡体力最好的时候。魏无羡的眼里射出挑衅的光芒：来呀，竞演我呀！黑发铺散开来，魏无羡的眼角眉梢俱是艳丽的桃花色，唇角带着勾人的笑。魏无羡自己一前一后的动着，笑着，悬在缚仙网外的那只手来回荡着他的抹额丸。蓝忘机看着他这副魅惑模样，只觉得自己误入山林，因缘际会，不小心猎到了摄魂取魄的林间精怪。忘机弟弟，喜不喜欢哥哥这样教你？这样是不是特别省力？你好好省着力气，哥哥我自己来，你乖乖的，不要动，让哥哥你。突然，蓝忘机按住了缚仙网，停住了魏无羡的摇晃。魏婴，蓝忘机眼神如电，目光如炬，定定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我不需要省力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魏无羡气喘吁吁道：蓝湛，我这算不算是身经百战？一双眼睛湿漉漉的，眼尾带着惑人的桃花色。不知羞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方才魏无羡如是说：百凤山，这是你第一次亲我的地方。可是他还没有亲到他，现在骤雨初歇，想要补上亲吻，补上事后的温存和缠绵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神情幽深，目光晦暗又直率。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：怎么还委屈上了？好吧，好像是有一点。每次做完，蓝忘机都会把他抱在怀里，手指沿着他汗湿的脊背一寸一寸抚摸过去，湿润的温柔的吻，点点触触落在他的发上、额间、唇角。只是释放还不够，想要拥抱着亲吻，想要唇舌纠缠，想要被他摁在树上亲到腿软，就像第一次那样。魏无羡探出手，握住蓝忘机的手，手指在蓝忘机手心轻轻浅浅地勾了一下，碧尘瞬间出鞘，就要去斩断缚仙网。在即将触到绳索的刹那，突然碧尘灵光暴涨，调转剑尖向后刺去，枪竟像是刺中了金石一般。那是蛊枭。蛊枭善食修士灵力，无法直接度化，是一种极难对付的邪物，飞行速度极快，寻常修士难以捕捉其动作。其喙及爪坚硬如铁，可与灵剑抗衡。今日百凤山中修士围猎，灵力波动强烈，蛊枭夜晚出来觅食，便循着白日里的灵力残余，找到了蓝忘机附着过多灵力的隔音杖。蓝湛，魏无羡在缚仙网中左右款摆，晃来荡去。放我下来啊！我想看你如何对付他，我还没见过活的蛊枭。你先放我出来。咦，我没放你出来吗？我可什么都没做。魏无羡一边说，一边又恶意地夹了蓝忘机一下。魏婴，别闹了。蓝忘机背对着蛊枭，只能听声辨位，
操纵碧尘即是不变。身后不断传来金铁交击之声，将古萧牢牢防备在他们3丈之外。好了好了，不斗你了，再斗就真把人逼急了。魏无羡笑道：“你出来吧。”碧尘扫出一道强横的剑气，将古萧逼退10丈远，然后迅捷回旋，冰蓝剑光掠过魏无羡头顶，斩断了缚仙网。魏无羡还未感觉到下坠，就被蓝忘机紧紧抱住了。强势凶狠的亲吻袭来，补上了百凤山珍贵的记忆，还有刚才没能用老办法堵他嘴的一点小小报复。魏无羡闭着眼，环着蓝忘机的颈，被蓝忘机吻得全身发软。突然，魏无羡有点好奇，蓝湛现在是不是睁着眼的？他不是还在操纵碧尘吗？魏无羡偷偷睁开眼瞧了瞧，发现蓝忘机闭着眼，吻得专注忘我，十分动情，似是察觉到他的分心。蓝忘机扣住他后脑，将他更加按向自己。魏无羡满意了，重新闭上眼睛。一吻毕，魏无羡道：“二哥哥，我们是继续做呢，还是先猎这只古萧？”蓝忘机谴责地看他一眼，圈抱着他转过身，让他背靠着自己。不是说想看我对付他？蓝忘机方才一直听声辨位，现下才看清猎物。碧尘终于由手转攻，剑光大涨，直追古萧而去。魏无羡跪坐起来，故意曲解蓝忘机的意思。我知道了，二哥哥想一边做一边猎他。魏婴在呢在呢，别急，就来。魏无羡继续歪曲蓝忘机的意思，找到合适的角度，然后慢慢悠悠坐了上去。你真是……我真是很乖，很听话，对不对？魏无羡笑道：“二哥哥，我看着你呢，碧尘剑势变慢了，你这样是刺不中他的，你专心一点。”方才因为有缚仙网吊着，蓝忘机拖着，魏无羡一直在借力，并没有怎么消耗体力。此刻嚣张依旧。渐渐的，魏无羡发觉蓝忘机的剑法竟然十分浮夸，明明是可以一剑横挑或直刺的，却非得转一个圈，在空中舞出几道复杂又好看的光环，再去追击。姑苏蓝氏的剑法一贯古朴简洁、干净沉稳，蓝忘机作为其中佼佼者，剑意更是返璞归真，无招胜有招。此刻却魏无羡会意，方才是他自己说过：“我看着你呢，我想看你如何对付他。”魏无羡心里偷笑着，嘴上开始了一刻不停的夸赞：“哇，二哥哥，这招连我都没见过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天啊，若是换了别的人，方才一定是挡不住了。韩光俊，你这招真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你如何想到的？”虽然不能回头，但魏无羡知道蓝忘机此刻一定在辛苦压抑自己上翘的嘴角。两人胡闹一阵，碧尘与古萧的缠斗速度又变慢了。那物似有灵智，竟然躲藏了起来，似乎是打算偷袭。魏无羡自袖中抖落一卷琴弦：“韩光俊，我来帮你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不必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偏要帮。”随后单手纵琴弦翻飞急射，琴弦失了准头，偏离猎物越来越远。魏婴，我教你。蓝忘机握住他的手腕，沉腕，食指用力。如何沉腕？蓝忘机手指按住他脉门，往下压了半寸，同时食指牵住他的食指，往左稍微勾了勾。就是这样，韩光俊，你多教教我。琴弦接着飞出，古萧在东，琴弦往西，打在树上，如软丝一般，半点不留痕迹。但平日里魏无羡驱弦杀树，可以分金穿石，削铁如泥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用力。”魏无羡猛地往下坐，像这样。蓝忘机仿佛叹息一声，扣住他的腰。他道：“像这样。”魏无羡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那只古萧呢？”藏起来了。魏无羡无意识的道：“他一定是躲起来偷看我们。”蓝忘机登时顿住了。魏无羡仿佛从云端被抛了下来，蓝忘机突然把他向前推倒，让他跪趴在地上。魏无羡感到有什么东西放在了自己背上，是忘机琴。蓝忘机撤了隔音结界，食指一拨，破障音排山倒海般的冲了出去。不远处，一团黑色的阴影跌落在地，然后挣扎着抖抖翅膀，想要再次飞起。碧尘疾驰而去，转瞬之间把那物钉死在地。碧尘见势不减，一直向前冲去，直将那物带到一棵合抱巨木的后面。魏无羡再不能看见那只古萧，自然也不会被那只古萧看见。
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，那一剑当真是雷霆之怒，风华绝代。魏无羡感觉自己也被这力敌千钧、光华灿烂的一剑贯穿了，安息一曲，舒缓沉静。蓝忘机坚定道：度化。忘机琴音如清溪淙淙，流水潺潺，在魏无羡背上轻轻震动。待到安息曲歇，蓝忘机收了忘机琴，把魏无羡抱在怀里，轻轻亲了几下。